堂定北侯，今天就注定丧命于此了吗？侯爷小心！什么声音？狼群？这鬼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狼？一个女人还带着一条狗，哪里来的怪胎？这是我的地盘，你们越界了。找死！连他一起砍了！姑娘快跑！他们是顶尖死士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此人不需要知道。别过来！我们可是京城。滚！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敢问姑娘高姓大名？你身上血腥味很重，你快死了。无妨。这个玄铁狼牙，姑娘，你脖子上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狼妈给的，我从小就带着。从小就带着，香，太香了。姑娘，你背后的肩胛骨上是不是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像一朵火焰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你爹，你是我定北侯府的嫡长女叶婉星。15年前因为仇家暗算，我才在雪原中和你失散。爹，你身上确实有和我同源的气味。对，爹找了你15年，孩子，你受苦了，是爹对不起你。别废话了，你中毒了，再哭就真死了。带路。带去哪儿？回你们人类的地盘，治病。好，好，我的好女儿。星儿，跟爹回家，以后爹绝不让任何人再欺负你半分。没有人能欺负我。踏雪，开路。哎呦，侯爷您可算回来了，可把妾身担心死了。呀，这是哪里来的野人？爹爹，您就算心善要施舍留民，也不能把这种叫花子和恶犬带进正院呀，万一咬伤了人怎么办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不赶紧把这脏兮兮的野丫头和畜生到柴房去！放肆！谁敢动他？王氏、娇娇，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！她是我夜宵失散15年的亲生骨肉，定北侯府真正的嫡长女叶婉星。原来是姐姐回来了，姐姐在外面一定受苦了吧？这身打扮真是让人心疼。不过姐姐既然回了侯府，这茹毛饮血的习惯可得改改，免得传出去，让京城的贵女们笑话咱们侯府没规矩。聒噪！大小姐，娇娇好心关心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哪怕你流落在外，只要进了这侯府的门，也得懂什么是尊卑长幼。哼，规矩、教养，在狼群里，弱者才会喋喋不休地讲道理，强者只看实力。哎呀，这茶水若是泼实了，非得烫掉这狗一层皮不可。只要这恶犬发狂咬人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让人打死这畜生，再给叶婉欣安一个纵狗伤人的罪名。这畜生要咬人！来人，快把这发疯的畜生给我落棍打死！找死！放开我！在狼群里，敢对头狼呲牙的低等狼，只有一个下场：被咬断喉咙。娇娇，你疯了！快放开我女儿！来人，上家法，把这不知死活的野种给我绑起来！别杀我！爹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侯爷，您看看您带回来个什么怪物啊！他一进门就要杀娇娇，这侯府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还敢跟我提王法？本侯还没死呢！星儿是我的嫡长女，这侯府就是她的领地。她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养女，天经地义。
娇娇可是您看着长大的。那又如何？他刚才故意泼滚水，真当本侯瞎了吗？这15年，你们享受着本该属于星儿的荣华富贵，现在星儿回来了，你们不感恩，还敢暗算他？老李，传我的命令，从今天起，剥夺叶娇娇侯府千金的所有待遇，把她身上那些绫罗绸缎全给我扒了，搬出秋水阁，滚去偏院住。还有王氏，禁足1个月，罚俸半年。侯府的对牌钥匙即刻交出，由大小姐叶婉欣掌管。踏雪，走了。粗鄙至极！你瞧他那副恶鬼投胎的样子，跟在路边抢食的野狗有什么区别？可不是嘛，听说是在极北那种蛮荒之地长大的，也就是定北侯把他当个宝，换做别人家，早把这种有辱门风的野人藏起来了。这便是叶萧找回来的嫡女，毫无教养，如同未开化的野兽。叶萧竟想把家业交给这种废物，真是老糊涂了。殿下说的是，此女毫无利用价值。北狄使臣觐见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北狄使臣，今日是接风宴，尔等牵着这等猛兽上殿，意欲何为？哈哈哈哈！大渊皇帝陛下莫怪，此乃我北狄雪山之巅的赤焰魔鳌，生性凶残，力大无穷，号称无人能驯。听闻大渊国人才济济，武将如云，国主特意命外臣将此兽带来。若是大渊有人能赤手空拳将其驯服，我北狄愿奉上边境2座城池。若是无人能降，那大渊这泱泱大国，怕是只剩下一群酒囊饭袋了。放肆！武将，快拦住他！星儿，危险！快躲开！长得挺大，胆子太小，连我家的踏雪都不如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无人能降？大渊神威，大渊神威！外臣有眼无珠，甘愿认输。好！大渊神威，大渊神威！外臣有眼无珠，甘愿认输。好！哈哈，定北侯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兵不血刃，降服异兽，扬我国威。传朕旨意，定北侯嫡女叶婉欣享受有功，特封御兽县主，赏黄金1万两，2天前请。哼，管你是皇子还是太子，敢惹我，照咬不问。殿下，那叶婉欣绝非池中之物。若是他真懂得什么失传的御兽之术，一旦定北军将此术用于战场，对殿下的大业将是极大的威胁呀！御兽之术，荒谬！本宫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单凭一声低吼号令百兽，他极有可能是身上藏了某种能驱散野兽的特制药粉，在那装神弄鬼罢了。若真有什么通天彻地的武功，定北侯当年何至于丢了女儿？那殿下的意思是，本宫要摸清他真正的底细。若是真有本事，必须趁早拔了他的牙。若只是个虚张声势的花架子，定北侯府不足为惧。去，把安与卫调出15人，今夜子时夜袭定北侯府。殿下，叶萧刚立大功，此时动他女儿，谁说要杀他了？本宫要的是逼出他真正的底牌。告诉安与卫，不必下死手，只要把他的底细试探得干干净净。若是他不行了，断他一手一脚，给他留口气就行。属下遵命。有老鼠进来了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目标在屋顶，火出或者飞起手脚。有埋伏，警戒！
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装神弄鬼，几只畜生也想拦住我们，杀进去！滚开！滚开！踏雪，去教教他们，在这儿谁才是规矩。这大清早的，太子府门前怎么挂了这么多人？太子殿下的狗，我顺手帮您训了，不用谢。殿下，属下办事不力，那女人不是人，她真的是兽王。叶晚星，还真是个阴魂不散的野种。哼，在侯府嚣张也就罢了，居然敢跑到书院来碍眼。娇娇妹妹，放心，太子殿下可是吩咐过了，今日必要让他在这马场里出个大丑。一个蛮荒之地来的村姑，真以为会点驱兽的药粉就能横着走了？你就看我怎么让他难堪吧。叶大小姐，这匹踏云乌菊可是西域贡马，性子最是烈，除了您这位御兽县主，咱们书院可没人敢骑，您请吧。不对劲，这马被喂了极其猛烈的狂躁药，只要人一坐上去，这马必定会发疯失控，将骑手重重摔下，甚至踩踏致死。死吧，被踩成肉泥才好。畜生，给我跪下！这还是人吗？一拳把金马打跪了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看热闹，那就让你们一次看个够。怎么回事？这些马怎么疯了？救命啊！别踩我！我是户部尚书的儿子。救我！林仙哥哥救我不杀你们，但我要让你们这群杂碎体验什么叫真正的恐惧。所有人都吓得尖叫逃窜，唯独这个少年说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，只有像饿狼一样的不屈和狠绝。连看都没仔细看。喂，你的眼神不错，像藏狼谷里熬过冬天的饿狼。多吃点肉，长壮实点，别白瞎了这双眼睛。定北侯，孤今日有一桩天大的喜事要与你相商。太子突然当众发难，必无好事。不知太子殿下有何喜事？孤欲请旨，求娶定北侯嫡女叶婉欣为太子正妃。一个蛮荒长大的野人当正妃，定北侯府这下要一步登天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赐婚，这是要强行吞并我定北侯府的兵权。爹，我来。不用装了，你身上有一股算计的臭味，熏得我想吐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，在草原上，你这种毛色杂乱、只会躲在暗处算计的虚伪公狼，连交配权都没有。真以为你披了张龙皮，就能掩盖你是个废物的本质吗？放肆！竟敢当众冒犯太子殿下！叶婉星，顾念在定北侯的功劳上，才对你网开一面。你竟敢当众冒犯姑，真当姑不敢杀你？殿下息怒！杀我？你护驾！护驾！我不嫁废物，更不嫁想拿我当枪使的废物。爹，
这破宴会太臭了，我们回家。姐姐这心可真够大的，百花宴上你让太子殿下颜面扫地，如今还有心情在这喂狗呢。你如果嫌上次马蹄子没把你的腿踩断干净，我可以让踏雪再帮你一次。你少吓唬我！你真以为太子殿下会咽下这口气？半个月前，北疆边境刚有一点异动，太子就在朝堂上极力举荐，让爹爹亲自去绝命谷巡视防线。绝命谷那是什么地方？易守难攻的死地，爹爹都离京10天了，连封家书都没传回来。姐姐，你那以为傲的靠山，怕是回不来了。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！说，前线急报，侯爷被10万敌军困在绝命谷了。不知为何，数万定北军的战马一夜之间集体腹泻，四肢瘫软如泥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大军没了机动能力，成了敌军的活靶子呀！战马全瘫了，天谴！这是老天爷对你不敬太子的报应！闭上你的臭嘴！草原上的马极为健壮，绝不可能数万匹战马在同一夜集体发病瘫软。这是父亲的死忠亲卫，在绝境中拼死放飞带回的唯一线索。软骨草，大小姐，那是什么？一种长在南疆的毒草，人吃了毫无反应，但马匹吃下，轻则四肢瘫软，重则脏器衰竭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马瘟，是有人在粮草里下了毒。下毒？这批送往北疆的草料是户部统管调拨的。户部尚书是太子殿下的人，畜生！太子为了报复你，为了削弱侯爷的兵权，竟然在军马草料里动手脚，他们怎么敢拿10万将士的命开玩笑？在权力的烂泥坑里，他们连畜生都不如。备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北侯夜宵治军不严，致使真马生温，损兵折将。皇上大怒，命夜宵在绝命谷就地固守待罪，京城各部不得擅自调兵救援。皇上还下令了，九门提督即刻封锁城门，定北侯府上下一律禁足，任何人不得出城半步。太子殿下交代了，县主若是肯去东宫门外跪上3天3夜，求殿下开恩，殿下或许还能在皇上面前替定北侯美言几句，留侯爷一条全尸。屁！你们这是谋杀忠良！放肆！定北侯府想造反吗？你敢打钦差？大小姐，城门全被封死了，现在出城就是抗旨死罪啊！抗旨？在我的规矩里，只有死活，没有圣旨。皇帝不救，我救！哼，叶大小姐，皇上有旨，定北侯府全员禁足。你带着这么几个人全副武装来到城门，是想谋反吗？开门，我要出城。哈哈哈哈哈！开门，县主怕是还没睡醒吧？这北城门没有圣旨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李承安，定北侯在北疆浴血奋战，你们不仅扣押粮草，还要阻断救援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大元的江山社稷？江山社稷，那是皇上和太子殿下操心的事儿。本官只知道，太子殿下有令，叶婉星若是敢硬闯城门，格杀勿论。叶婉星，本官劝你还是乖乖下马，去东宫给太子殿下磕头认错。你单枪匹马，难道还能凭你那几只阿猫阿狗撞开这重达万斤的玄铁城门不成？单枪匹马？大小姐，您这是？捂上耳朵。妖女，你在吹什么鬼东西？放箭！给我放！
怎么回事？地动了吗？提督大人，你快听，什么声音？马，全是马！拦住他们！快拦住他们！救命啊！别踩我！怪物！怪物！大小姐，这城破了！张虎，属下在，带着人把这些没中毒的马全给我收拢起来，再去城外的皇家粮仓把太子私藏的粮草全劫了。大小姐，这可是皇家御马和御粮啊，这是死罪。现在他们是救我爹，救定北军的战马和粮草。太子敢断我叶家的生路，我就敢绝了他的底牌。挡我者死！出发！是，弟兄们，跟着大小姐去救侯爷！杀！侯爷，兄弟们快撑不住了，战马全瘫了，粮草也断了3天。被敌人知道咱们没了机动能力，天天在谷口叫骂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弟兄们就算不战死，就要饿死了。京城有消息吗？没有，咱们派出去求援的斥头全被北敌人截杀了，而且说朝廷根本没打算救咱们，是太子殿下默许他们围谷的。小七小儿为了一己私利，竟拿定北军10万条性命做赌注，我叶萧就算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他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再上前一步，我们就放箭了。北敌人攻进来了。爹，是我。星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一个人来的？不仅是我，张虎带着3000匹干净的御马和粮草，就藏在谷外20里处的黑风林。3000匹御马、粮草，大小姐，朝廷发兵了！没有朝廷，马是我撞开城门抢的，粮是我端了皇家粮仓劫。劫御马抢皇粮，星儿你糊涂啊！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冲破10万大军的包围圈进来的？他们那也叫包围圈。我带了踏雪和谷外的狼群，半个时辰前，我让毒蛇爬进了他们前锋营的营状，让狼群咬断了他们投石机的弓弦。他们现在应该正忙着给被蛇咬死的巡逻兵收尸呢。一个人凭借驱使野兽，硬生生在10万大军的眼皮子底下撕开了一条防线，这简直是怪物！闲话少说，王副将，传令下去，让弟兄们把瘫软的战马留在原地做诱饵，立刻从西侧断崖突围。张虎在黑风林接应我们。可是大小姐，西侧断崖是死路啊，而且那里驻扎着北敌最精锐的怯色军。现在那里是活路。有狼，狼群偷营了，别乱跑，别阵！救命！我让踏雪带着狼群在东边制造营销，北敌主力会立刻向东支援。西边现在是个空壳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！王明，传令，突围！是。护着侯爷，冲出去！快，弟兄们，黑风林只剩不到3里，张将军就在前面。爹，小心背后！太子殿下有令，定北侯通敌叛国，死有余辜。我要你死！爹，你醒醒！星儿，爹别睡，我带你回京，我去找师傅救你。没用的，是有名伞。萧启那畜生铁了心要我的命。张豪、王明听令，从今往后，见此符如见本侯。定北军上下皆听叶晚星号令，违令者斩。末将遵命。拿着他，爹知道你恨不得现在就去把太子剁成肉泥，但你不能。
他断我生路，我必诛他满门。你杀不了10万禁军，你若造反，定北军10万将士，还有京城的家眷老小，全都要满门抄斩。星儿爹，求你学会狼的轻浮。侯爷！奉释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北侯叶萧贪功冒进，致使大军被困。今念其妻已死，即可量弑夺定北侯爵位，收回天狼兵符。钦此。叶晚星，还不快交出兵符，磕头谢恩！欺人太甚！侯爷尸骨未寒，你们竟扣上莫须有的罪名！这兵符是侯爷拿命换的，谁敢动？大小姐，不能交啊！张虎，退下。爹临终前说了，定北军不能抗旨。罪臣之女叶婉欣，接旨。算你识相。太子殿下让咱带句话给你：没有了獠牙的狼，连狗都不如。退缩从来不是为了投降，而是为了咬断你的咽喉。大小姐，您吃口饭吧。只要咱们人在，总有一天。张叔，兵符没了，我爹也死了，定北侯府不会有那一天了。说得好，定北侯府确实不会有那一天了。哎呦，姐姐这副丧家犬的模样，真是惹人心疼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何必跟太子殿下作对呢？萧齐，你这畜生，是你害死！张虎，退下。没有了定北军庇护，你那点吓唬人的把戏，连个屁都不是。姑说过，姑要你。太子，我们侯爷尸骨未寒，您怎可提这等荒唐事？闭嘴！叶婉欣，姑要你嫁入东宫，不过不是正妃，你一个戴罪之臣的女儿，只配做姑的妾。罪女叶婉欣愿入东宫为妾，只求殿下放过定北军。好一头被拔了牙的狼，你终于学乖了。出嫁之日，能否恩准12名定北军旧将入东宫喝杯喜酒，让我们看到我彻底臣服，死心断念。12个残兵在3000东宫禁州面前能翻起什么浪？好，姑要让全天下看看你的骨头是怎么被姑敲碎的。3日后洗干净爬进东宫。大小姐，您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呀！你答应做妾，那12名旧将是你留的后手？不，那12个人是去关门的。东宫太大，门太多了，我怕那群杂碎逃得太快。萧云慈，你准备好穿龙袍了吗？来人，把新娘子带上来，姑要让她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像狗一样给姑敬酒。叶婉欣，过来，跪下，敬酒。怎么，还没认清自己是妾的身份？信不信姑现在就下令，把你定北军剩下的余孽全砍了？你干什么？造反吗？来人，拿下！关门！关门就能杀姑？外面的禁卫军听令，给姑破门，把这些反贼剁成肉泥！御林军听令，东宫内有反贼作乱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，违令者杀无赦。萧云池，那个哑巴老九，你居然敢谋逆！蠢货，你真以为我会为了苟活向你这种垃圾下跪？你知道东宫里什么东西最多吗？你为了彰显皇家威仪，后院养了500只斗兽，现在他们归我了。救命！别咬我！滚开！畜生！叶婉欣，你杀了我，父皇不会放过你！这一刀
替绝命谷战死的定北军还你！这一刀，剃一头被你毒死的战马还你！别杀我！求你，我是一国太子。这最后一刀，替我爹还你！放肆！逆贼叶晚星，放开太子！老东西，你儿子下毒害死战马，暗杀定北侯铁证如山。你不是喜欢下圣旨吗？今天我替你下！来人，给朕把这个疯女人剁了！太子谋逆，铁证如山。您老了，这皇位该换个听话的人做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北侯之女叶婉熙评判有功，忠刚义敢，特加封为摄政护国大将军，代天巡狩，节制天下兵马。钦此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大元开国100年，从未有过女子拜将，更别提摄政，这是否极司臣、大乱之兆啊！是啊，皇上，叶晚星行事狠辣，毫无礼法，怎能节制天下兵马？请皇上收回成命！叶晚星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金銮殿！辟姬司臣。东宫逼宫那天，刀架在你们脖子上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这些讲礼法的文臣站出来骂一句乱臣贼子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我只讲实力，这天下兵马大权是我用刀从叛军手里抢过来的。我爹死的时候，是你们这些文臣极力撺掇、扣押粮草。现在跟我讲规矩，再废话一句，我让踏雪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众爱卿，若无异议，皇上，大将军，北疆急报，北狄蛮王亲率定北侯大军经朝南下，连破我北境3座城池，定北军群龙无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定北军12名旧将昨天已经星夜赶回北疆，就算蛮王有30万人，绝命谷的防线也不至于这么快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将军，不是将士们不拼命啊，是北狄这次带来的先锋营根本不是人，不是人，是猛兽，是怪物。蛮王不知是从哪儿来了一支猛兽骑兵，全披着重甲的战象，还有体型像小山一样的剑齿虎。咱们的爪马一闻到那些野兽的气味，直接吓得大小便齐流，将士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挡大象的蹄子啊！皇上，大元刚经历内乱，国库空虚，实在不宜再动刀兵。老臣以为蛮王此番南下无非求财，咱们不如速速派出使臣，送上金银丝绸，再选几位宗室女和亲，划出燕云3州作为诚意，以求息事宁人啊！是啊，皇上，和谈才是保全江山的上策。和亲，割地，朕还没死呢。可若不和谈，蛮王的战象军团3天就能踏平绝命谷，直逼京城啊！大将军，你敢在御前打人？割地和亲，我爹叶萧带着定北军在绝命谷啃着树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才守住的北境大门。你们这群废物，上下嘴唇一碰，就要把将士们的命送给北狄人。皇上，他们刚才说蛮王带了什么战象、老虎、猛兽骑兵，跟我比玩野兽，哼！他蛮王也配？张虎，末将在。传我的将令，集结京郊大营10万兵马，我要亲自挂帅，开赴绝命谷。老东西们听好了，我叶婉星的字典里没有和谈2个字。大将军，战马根本不受控制，咱们怎么冲？一旦那群重甲战象踩过来，10万兄弟就算不被踩成肉泥，阵型也彻底垮了。
哈哈哈哈！大渊国是没人了吗？叶宵那老东西被老子逼死了，如今竟然派一个黄毛丫头来送死。小丫头，别说老子欺负女人，你若现在下跪投降，乖乖给老子洗脚暖床，老子或许还能留你们大渊这懦夫一命。否则，老子的战象铁蹄今日就把这绝命谷踏平。大将军，末将去跟他拼了！退下。大将军，危险啊！找死！哈哈哈哈！全军听令，向阵冲锋，给我把他踩成泥！杀！大将疯了！老夫人了，救命啊！妖女，你用了什么妖术？老子要把你砸成肉酱！跟我比玩野兽，你配吗？大将军威武！万胜！万胜！万胜！你真的决定了？决定了。我爹的仇报了，边关也平了。我对你们人类的那些弯弯绕绕、权谋环色，没有半点兴趣。如果真让你留下来呢？星儿，这江山是你帮朕打下来的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这天下你与朕共享。朕可以废除后宫，只立你一人为后，大虞国的半壁江山都是你的。萧云慈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也是个合格的皇帝，但这皇宫对我来说太小了。我不喜欢金丝笼，不管这笼子是用黄金打的，还是用权力编的，我的归宿在旷野。星儿，好好当你的皇帝，别学萧齐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定北军的老幼，不管隔着多远，我都会回来拧断你的脖子。老头子，仇我报了，萧齐被我活剐了，蛮王也废了，你那10万定北军好好的，没人敢欺负他们。这地方清静，比京城那个臭水沟好多了，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吧。什么人？滚出来！大荒神州万寿神庭第7代大祭司，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认错人了，我是大渊国定北侯的女儿。不，殿下，下界的凡人根本不懂您的尊贵。那所谓的定北侯，不过是您在下界历劫时的一个养父罢了。您体内流淌的是整个大荒神州最纯粹、最高贵的万寿皇族真血。这世间只有万寿之王的血脉，才能觉醒那双暗金色的王瞳，才能无视规则，让万寿臣服。殿下，
18年前神庭内乱，叛徒篡位，您在襁褓中流落至这片低等的凡人界。如今叛徒即将毁掉支撑神州的上古玄墓，万寿神庭的王座已经空悬了18年。请殿下随我们重返神域，拿回属于您的无上帝权。换个地方捕猎吗？有点意思。王回来了。